魏无羡把脸微微下滑了几分，头靠在了蓝忘机的脖颈上，小声说：“我想喝。”呼吸的热气喷在脖颈上，连带着酒的醇香，被黄色的廊灯浮上暧昧的光晕。魏无羡没听到回答，赌气把人往后一推。虽然魏无羡喝的有点多，但总归还是一个成年男人，直推的蓝忘机一个趔趄，后者放开了他，微微颦了颦眉毛，一双浅色的眸子看不出什么表情，只是着眼前人。魏无羡伸出一只胳膊，把手心朝上，道：“把你手机给我。”蓝忘机没有迟疑，从兜里掏出了手机，放在了魏无羡的手机里。酒精的作用让魏无羡略微有点站不稳，他收回手，扶了扶自己的额头，摁亮了蓝忘机的手机屏幕，需要输入密码。魏无羡眉头紧紧皱了一下，语气带着一丝不满和质问：“密码是什么？1031。”蓝忘机回答得很快。魏无羡的手指顺着声音把密码输了进去，总觉得这几个数字有点熟悉，但大脑还没来得及思考，就顺着通讯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把自己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然后他非常满意的把手机重新揣回到蓝忘机的兜里，说：“蓝湛，我想喝忒大的西瓜冰沙。”蓝忘机看着眼前晃晃悠悠的人，伸出胳膊想扶他一下，却立刻又被人紧紧捉住，只好无奈的把人横抱起来放到了沙发上。“我去买。”蓝忘机随手给魏无羡盖上了毯子，就要出门，谁知胳膊被人紧紧一拉，脸就被人胡乱啄了几下。魏无羡决定借着酒劲撒泼到底，他眨了眨眼睛，睫毛在蓝忘机完美的脸上划出不存在的痕迹，道：“蓝湛，我家漏水那天是我的生日呢。”蓝忘机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任凭魏无羡像一个考拉粘在他身上，小声地说：“沉默了片刻，又答：“我知道的。”魏无羡的两只手还攥着人家的胳膊，他不死心地说：“怎么，长大了1岁，忘记哥哥不给庆祝一下吗？”蓝忘机转过头，一双瞳色极浅的眸子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“你要如何庆祝？”魏无羡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如何庆祝，他原本想接着酒劲说点平时不敢说的话，结果话到了嘴边，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忽的又想起前几天叫的那箱红酒只喝了半瓶，他低下头，捏了捏眉心，心想在歪酒店跟蓝忘机见面的时候，蓝忘机喝了酒，似乎跟以往很不一样，而之后他好像也不太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，不如趁着他喝酒，问一问他到底是如何看自己的。魏无羡摸了摸下巴，说：“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好像就说以后要请你喝酒的，不过这么多年，一次也没请你喝过，不如今晚喝一下。”蓝忘机眉间抽了抽，也没有试图抽离被人抱住的胳膊，他微微颔首，但又说：“你今晚已经喝过了。”魏无羡得寸进尺，那怎么能一样？酒局是局，不一样的。待空气中已然飘着厚重的红酒气息，魏无羡坐在餐厅的桌子上，垂下一双长腿，他把倒好的2杯酒在杯口处轻轻地碰了一下，静谧的夜里响起玻璃相撞的清脆，又若无其事地把其中一杯举到了蓝忘机的面前。酒杯后的人眯着一双桃花眼，被杯中的酒映出一抹绯红。他原本也拿不准蓝忘机会不会喝这杯酒，反正罗清扬说房子已经快修好了，大不了被撵出去住几天酒店，现下他只想把蓝忘机灌醉，问几个问题，别的什么都不做。蓝忘机接过魏无羡手中的酒杯，看也不看，端起来就仰头饮尽了。餐厅的落地窗隔绝了城市的一切喧嚣，但绚丽的午夜灯光透着无月的星空漫了进来，在光洁的白色大理石地面上映出暗淡的色彩。魏无羡的腿不自然地轻轻晃了几下。蓝忘机坐在餐桌前的白色实木椅上，眼神似乎飘向很远。1、2、3、4、5，魏无羡在心里有些不确定地数着，舌尖僵硬地抵上牙膛。赌上次在酒店碰到蓝忘机喝酒，真的是这人的第一次。嗡，手机震动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，魏无羡皱了皱眉，想起刚刚蓝忘机的手机是被他好好的揣回到兜里，那这还带着滑动的震鸣只能是自己刚刚无意识拍在玄关处的电话。电话那端的人似乎很坚持要他接起，在短暂的停止后又震了起来。魏无羡手里还端着那杯自己未饮下的红酒，他从餐桌上跳了下去，去接了电话。“魏哥，你没事吧？”
电话那端是罗清扬有点迷糊的声音。没事。魏无羡猜测不知哪个大嘴巴的人惊动了新婚的办公室主任。罗清扬在电话那端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，说：“你怎么没叫我给你派车？我最近都忘了问，魏哥你家被水泡了，你住酒店了吗？需不需要我现在去给你送身份证？”罗清扬真是一个好员工，半夜被人叫醒应付自己领导，还能把事情记这么仔细。魏无羡勾了勾嘴角，刚想如同往常调侃一下，他握紧了电话，后退了半步，撞在一个柔软的物体上。一个转身，手里的酒杯没拿好，随手就洒在了蓝忘机还穿着整整齐齐的西服上。坏了，把蓝湛的衣服给弄脏了。调侃的话变成：别瞎操心了，你赶紧睡觉吧。